当地时间13号，美媒爆出有关本月10号至12号美国军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击落的3个物体部分细节。美方当天承认，这些被击落的物体对情报监视工作贡献有限，也不会对地面上的任何人构成任何军事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4号的记者会上继续披露有关美方高空气球飞越中国领土的相关信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五角大楼当天发给国会议员的一份备忘录显示，11号在加拿大领空被击落的物体似乎是一个小型的带有金属的气球，下方附着有效载荷。此前，该物体被描述为圆柱形物体。报道还提及，备忘录中有关12号于美国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之间休伦湖上空被击落的物体称，该物体被击中后缓缓下落入水。备忘录还称，10号在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物体有一辆小汽车大小，与此前被击落的中国无人飞艇不同，但目前没有关于这个物体的进一步细节，包括它的全部功能、用途或来源，不应假定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有关联。同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承认，中国不大可能借助气球收集情报。We assessed that at this time,These balloons have provided limited additive capabilities to the PRC's other intelligence platforms. 我觉得美方承认气球的这个能力有限，是它不同的部门中间的，就等于说有一派想要降温的这一派，它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到了今天，连续打了好几个气球以后，这个事情其实陷入了一个无法收场的这么一个状态，当做一个把事情逐渐降温，并且让这个事儿过去的这么一个机会。外界质疑，美加两国官方都没有就被击落的物体的能力、目的或来源做进一步说明，也没有说明击落它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这种态度模糊的做法，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媒体与舆论的猜疑与炒作。当地时间12号，在被媒体问及这些不明物体时，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赫克称，目前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来自外星人。Have you ruled out aliens or extraterrestrials, and if so, why? I haven't ruled out anything at this point. We continue to assess every threat or potential threat unknown. 但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否认了涉及外星人或外星人活动的传言。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aliens or terrestrial activity with these recent takedowns. I'm just, I loved E.T. the movie, but I'm just going to leave it there. 环球时报13号社评指出，有美国媒体说，位于事发区域的油田经营者可能会在作业中使用无人机和气球。还有美国气象学家表示，有一个气象气球失联。这些都让人猜测，美军这次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然而，显然华盛顿更在意的是击落本身。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希望尽快击落这个物体，以减少在面对可能威胁时给外界任何犹豫或软弱的感觉。至于它是不是本国的、有无威胁等等，都打下来再说。这显然不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做法。它并没有一个说从全局的角度讲，或者说从这个更宏观的中美关系的大局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事情，是否影响中美关系，而是完全的陷入了这个说，只要有气球就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样一种特定的，其实完全错误的这个话术里面，然后为了去应对这个话术去做一些这种被动的这个应激行为，我觉得这是美国当前的政府没有一个通盘的外交考量，没有一个这个完全为他国内的舆论所裹挟，缺乏这种这个外交智慧的这样一种体现。在13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披露，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监控侦察国家，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司空见惯。但在去年以来，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但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予以否认。 There is no U.S. surveillance aircraft over in Chinese airspace. 而在14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披露了有关美方高空气球的相关信息。自去年以来，具体的说，自去年5月以来，美方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在美国本土放飞多个高空气球，持续进行全球环行，至少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领空。
美方应当对此进行彻查，给中方作出解释。近来，许多外媒都对美国这种政治秀表示嘲笑和质疑。韩国 NewsOne 网站称，中国制造高空气球仅需350美元，而 F-22每小时的飞行费用高达7万美元，击落气球发射的导弹每枚价值38万美元。许多网民都在嘲笑美国使用昂贵导弹攻击中国便宜气球的做法。俄罗斯电视台则引述俄联邦委员会议员普什科夫的话称，美国为何对气球和不明物体如此歇斯底里？美国一个接一个的击落不明物体，它们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是圆柱形的，最新的甚至呈奇怪的八角形。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这些奇异事件转移国内民众对拜登支持率低迷、经济衰退等方面的不满。汪文斌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美方动用武力袭击中国因不可抗力误入美领空的民用无人飞艇，是明显的反应过度。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戏称，美方是在用高射炮打蚊子，是荒诞又昂贵的大型政治行为艺术秀。我们也提醒美方，小心用力过猛，闪了腰。而英国近来也开始跟风美国炒作中国间谍威胁。英国防大臣华莱士称，英国将对领空进行安全评估。英国首相苏纳克13号在受访时表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英国免受所谓间谍气球的影响。We have something called the Quick Reaction Alert Force, which involves Typhoon planes, which are kept on 24/7 readiness to police our airspace, which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13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渲染说，美中两国最近发生的气球事件表明，北约必须提高警惕。对此，汪文斌回应称，北约方面的有关言论纯属恶意臆测、蓄意抹黑。中方敦促北约停止对华无端指责，停止制造假想敌，不要扩张越权，为国际和平稳定多做些实事。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考斯甘认为，气球事件表明全球正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未来。围绕气球的争端虽然是闹剧，但迎合了美西方舆论多年来一直描述的中国威胁论，并将之具象化。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称，在气球事件以来，负责侦察导弹和敌方飞机的美国雷达监测系统调整了技术标准，一些按现今标准被认为可以忽略的飞行物，现在会被识别和报告。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日程表可能也是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过去10天的情况显示，气球事件不会轻易淡出舆论的视野。美国国务院宣称，气球是中国军方指挥的全球侦察气球编队的一部分，并与40多国分享相关信息。而美国商务部还趁机将中国6家实体列入黑名单，将气球事件扩散到经贸领域。该报认为，气球事件显露出美国真实面貌的一角。